一场战争打响了，按照100年来的历史规律，黄金应该暴涨，但它跌了 20%， 金价从最高点的每盎司5595美元跌到了4099美元，跌幅超过 27%。 战争整整打了1个月。今天我要为您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最新周报，日期是2026年3月30日。这份报告里面有几个你必须知道的东西。为什么油价冲高，黄金反而下跌？背后传导的链条是什么？为什么全球所有地区的黄金 ETF 都在净流出，唯独亚洲在逆势买入？以及技术面上，现在的金价到底站在哪里？支撑线在哪里？真正的风险点又在哪里？但最疯狂的是，世界黄金协会自己的模型显示，这次抛售其实并不是黄金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说。今天解读的这份报告来自世界黄金协会，英文叫 World Gold Council， 简称 WGC。这是全球黄金行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成员包括全球最大的黄金矿业公司，覆盖全球黄金供应量的绝大部分。他们每周发一份市场监测报告，就是今天这份 Weekly Markets Monitor， 报告日期是2026年3月30日，数据截至3月27日收盘。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报告里面标题的4个字 Conflict Pressure Mounts， 冲突压力升级。但在我进入第一个章节之前，我需要用一句话把整个市场的背景说清楚，因为理解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接下来所有的数据。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对伊朗展开打击，战争开始的第一天，金价上涨，然后一路向下跌了整整1个月。这就是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战争打响，黄金为什么在跌？让我们进入报告。上周 LBMA 黄金现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03美元，周跌幅 1.3%， 年初至今涨幅收窄至 3%。 3%， 你没有听错，从年初到现在，黄金只涨了 3%， 而就在2个月前，它的年涨幅还超过 20%。 那这1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因果链，我帮你翻译成大白话：伊朗战争开打，油价飙升，能源价格推高通胀预期，市场预期美联储不会降息，反而可能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高利率让债券和现金更有吸引力，黄金这个不付任何利息的金属吸引力下降，投资者开始卖黄金来 cover 股票市场的亏损，金价下跌。这就是传导链条，解释了过去1个月几乎所有的事情。有个分析师在 Morningstar 的报告里面把这个现象叫做油价冲击悖论，就是说理论上油价涨，通胀涨，黄金应该涨，但实际上高油价先把利率打上去了，高利率又把黄金打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打响，黄金反而跌了。Bullion Vault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50年的10场重大冲突中，这次是黄金在开战后头4周表现最差的一次。历史上的平均水平是战争开始后黄金涨 4%， 这一次跌了将近 14%。 但疯狂的是，这不是黄金出现了问题，这不是黄金失灵了。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世界黄金协会的模型为什么说这次抛售是流动性驱动的，而不是基本面驱动的，这个区别至关重要。我们听到每周都会第一时间解读世界黄金协会这样的权威报告，想看到这里面中文深度分析，点一下订阅，打开提醒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了。上周黄金 ETF 出现了大规模净流出，报告里有一张按照地区划分的资金流向图，让我帮你把数字念出来。北美净流出 11.5 吨，
欧洲净流出 11.5 吨，亚洲净流出 11.7 吨，其他地区净流出 1.1 吨，全球合计单周净流出 35.8 吨。这意味着什么？全球黄金 ETF 4个地区全部都在卖。但注意，这是单周的数据，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看今年以来的整体数据，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北美年初至今净流入 11.1 吨，欧洲净流出 12.5 吨，但亚洲年初至今净流入 78.5 吨，其他地区净流入 1.3 吨，全球合计年初至今还是正的，净流入 56.3 吨，亚洲 78.5 吨的净流入。这个数字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西方机构投资者疯狂抛售的同时，亚洲的资金一直在低位买入，这就有意思了。 COMEX 的期货市场指数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机构做多头寸在减少，但没有出现极端的清仓行为。截至3月24日，资金管理公司的净多头仓位为 288.56 吨，比前一周减少了 40.9 吨，减少的幅度不小，但距离历史的底部还有很大的空间。那问题来了，如果机构在卖，散户在观望，谁在买？亚洲的资金在买，央行在买。中国黄金期货市场的数据显示，多头头寸并没有大幅撤退，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最关键的部分。接下来这个模型可能会完全改变你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世界黄金协会有一个叫做 GRAM 的模型，全称是 Gold Return Attribution Model， 黄金回报归因模型。这个模型做了一件事，把黄金的涨跌分解成几个驱动因素，然后告诉你这次的涨跌到底是因为什么。3月27日这一周，黄金实际回报接近0，只有正的 0.04%， 也就是基本持平。但模型的预测回报是正的 2.97%，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基本面因素来算，黄金这周应该涨接近 3%， 那差异在哪里？报告的 GRAM 图表显示，3月27日这一周拖累黄金的最大因素是 residue， 也就是模型无法解释的部分，拖累了 2.93个百分点。这个 residue 在金融模型里面通常代表什么？流动性的驱动抛售，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因为黄金的基本面变差了才卖，而是因为需要现金，需要流动性，把黄金当成了提款机。Intesa Sanpaolo 分析师在他们的季度报告里面也说得很直接，近期的投机行为削弱了黄金和白银作为避险资产的能力，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对于流动性的追求推动了战争头几个周的抛售，这个逻辑和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时一模一样，当时市场大跌，黄金也跟着跌，因为机构需要现金去应对赎回压力，但这一次黄金在几周后就强势反弹了。报告对短期风险的描述是，流动性驱动的调整已经发生，市场在寻找稳定，但同时报告也指出，中期来看，黄金的支撑因素并没有消失。哪些因素？油价推动的通胀风险，可能的滞胀环境，以及央行持续的购金行为。报告特别提到一点，如果战争持续，经济数据在3月和4月出现恶化，滞胀风险升级，那黄金历史上在滞胀环境中的表现是非常强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各方观点的分歧所在。多头认为滞胀来了，黄金是最好的对冲工具；空头认为只要美联储不降息，黄金就没有催化剂。双方都有数据支撑，市场在等待一个关键的事件：3月劳工市场数据和就业报告将在本周五发布，那将是决定接下来几周金价方向的关键指标。好，讲完宏观，我们看一下技术面。世界黄金协会的技术分析师在报告里面提出，
黄金已经跌到了2个非常关键的技术支撑位，第一个是200日移动平均线，目前在4113美元附近；第二个是2022年至今这一轮上涨趋势的 38.2% 费波那契回撤位，目前在4075美元附近。黄金已经测试过这2个位置，并且守住了。报告的原话是 Net long position also seen starting to tentative to rise， 也就是说净多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初步回升的迹象，这通常是底部形成的早期信号。那上方的阻力在哪里？第一道阻力是4600到4650美元区间，这是3月下跌的 38.2% 的回撤位，也是13日指数移动平均线的位置。报告认为突破这个位置才能真正缓解短期下行压力。如果继续向上，下一个关键阻力是4915到4930美元，这是55日移动平均线的位置。如果向下跌破了4075，那就需要警惕了。下一个支撑位是2025年的10月的低点，在3887美元附近。我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些是技术分析的参考位置，不是价格的预测，更不是买卖的建议。技术分析是帮助我们理解市场在什么位置的工具，并不是水晶球。报告的最后一个重要部分是下周的经济数据日历，这周非常关键，报告特别点出了3件事。第一，美国3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本周五4月3日发布。Bloomberg 的预测是新增6万个就业岗位。上个月受到罢工和私人部门雇佣放缓的影响，非农只有负 9.2 万。如果这次继续低迷，滞胀担忧会急剧升温，那对黄金反而可能是支撑。第二，欧元区的3月份 CPI 通胀数据将于周二4月1日发布。报告指出，伊朗战争显著推高了欧洲的能源成本，预计3月欧元区通胀可能从 1.9% 跳升到 2.6%。通胀如果超过预期，欧洲央行降息的预期就会后退，市场的滞胀恐慌就会加剧。第三，中国3月的 PMI 数据同样在周二公布，报告预测制造业 PMI 可能从49回升到 50.1。中国经济数据如果走强，对工业金属的需求预期会改善，对黄金也有间接支撑。简单来说，这周是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数据指向滞胀，黄金在中期逻辑就会被重新激发。数据如果超越预期强劲，美联储降息预期进一步退坡，黄金的短期压力就会持续。战争打响，金价跌了，不是黄金失灵，是油价推高了利率预期，流动性压力迫使机构卖出黄金换现金。世界黄金协会的 GRAM 模型已经确认，这次抛售不是基本面驱动的，资金流向上，西方在卖，亚洲在买，技术上黄金守住了2个关键支撑位，短期有企稳信号。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伊朗冲突的走向。如果局势缓和，黄金短期压力会持续；如果冲突升级带来经济数据恶化，黄金在滞胀环境中历史上的表现是所有主流资产里面最强的。至于接下来的方向，多头和空头都有他们的理由。本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可能是第一个答案。如果你喜欢这种权威机构报告的中文深度解读，我们频道每周都会做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周报的解读视频。想第一时间看到，订阅一下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不会错过任何一期。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黄金在滞胀环境里面，这次还能重演历史规律吗？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期视频有价值，给我点个赞， YouTube 会把它推送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朋友。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不构成个人化的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